金志勇白天是一位普通警校的男大学生，在课堂上表现出色，在体育运动中也是佼佼者，有一群喜欢一起恶作剧的朋友，甚至对捡废纸的老奶奶也会热心相助。他看起来是个完美的警校里冉冉升起的星星，但是没人知道，每到夜晚来临时，他会变成暗夜使者，惩罚那些逃脱法律制裁的恶徒。这种扭曲和双重的性格，起因是他的家庭背景，那是10多年前的事了。志勇还只有5、6岁就出现在法庭上，他的妈妈被一个醉酒的男人当着他的面打死，那人后来被抓，那人之前也有犯罪记录，但法官判他无杀人意图，只是酒后误伤，交了一些赔偿金，并接受了心理治疗，只被判了3年半的有期徒刑。那人离开法庭时还威胁他，明明是个罪犯，却几乎未受惩罚，这让他觉得这个世界非常不公。他最终决定成为一名警察，惩恶扬善，发泄心中的正义感。杀害他母亲的那个暴徒出狱后还是秉性难移，经常对人施暴。就在那一天，他因为被公交司机举报施暴，志勇在远处静静地目睹了这一幕。当他走进小巷时，他开始了自己的审判。那人有18次违法记录，只是随便坐了几年牢，然后就被释放了。他很庆幸那个犯人没有悔改，仍然是个无赖，所以在执行处决时，他不会有任何犹豫。然而这个罪犯仿佛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让他逐渐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世上确实充满了恶人。他每天最关心的是社会新闻。一名姓金的男子深夜在别人家门前随地大小便，当屋主试图阻止时反被打伤，法官却让受害人保释候审。那人出狱后又带着同伙进行报复，对此志勇感到无法忍受。今晚他要严惩那个嚣张的人。一名整形医生利用麻醉剂对病人进行性侵，并且录制了视频，这名医生也未受到法律制裁。志勇深夜闯入医院，直接折断了医生的手掌，让他无法再继续行医。志勇一直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护这个世界的正义。接连不断的犯罪事件被电视台的崔记者注意到，他发现了一个独家新闻线索，这条新闻属于他。根据他的调查，所有受害者都有犯罪记录，但都因荒谬的判决被释放，有人以自己的方式在惩罚他们。这条新闻在网上非常火，也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民众渴望这样的英雄。他甚至已经想好了标题：秩序维持者。电视台迅速开设了一个专题节目，采访受害者家属，家属对这种行为表示感谢。志勇因此找到了继续前行的动力。电视台以此为契机，开始大力推广这个话题，引发公众讨论。他被称为秩序的维护者。节目一播出即引起社会轰动。崔记者发现，秩序维护者总是在周末行动，他决定这个周末继续增加电视台节目的播放，收视率将持续上升。由于志勇在学校的表现，他目前是专家的助手，负责整理案件资料，他有更多机会掌握信息，接手那些未经公正审理的案件。在他自己的评价体系中，他决定行动前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对方是否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是否愿意忏悔。他查询了相关资料，发现一个男子酒后驾车造成了交通事故，该男子参加了受害者的葬礼，并向家属道歉。作为一个警校毕业生，他愿意给这样的人一个改过的机会。也正是因为他的谨慎，电视台这边已经3周没有报道任何案件，领导层开始焦虑，思考如何继续推进这个法制节目。崔记者此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提议曝光之前那起轰动一时的石允案件，直接公开被害者的身份。这个计划怎么样？他们开始跟踪这些案件，有可能会发现犯人的动向。即使事情被揭露，他仍将坚持，主张这是为了防止更多的受害者，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他已经准备好面对所有可能的结果。这样一个震惊的案件，秩序维持者肯定会被吸引。他相信自己的直觉。所谓的石允案件发生在几年前，一个40多岁的姓郑的男子在游乐场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但因为精神疾病，他只被判了年有期徒刑。电视台开始义愤填膺，认为这样的人无法被原谅。这位丧心病狂的儿童性犯罪者名叫郑兴德，他几天前刚刚出狱。由于媒体的报道，郑姓男子的住处吸引了众多抗议者。崔记者驾车和同事一起静静地在外等待。当时间来到深夜，崔记者亲眼目睹那个男子悄然离开了他的公寓。他驾驶了一辆小面包车离开，他一路跟踪，却看到他来到了一个海鲜市场，这里停满了和他的一样的小面包车。他突然发现自己跟丢了嫌疑人，警察也迅速赶到了那个男人的家，发现他已经不见了。在他的家里发现了其他国家的护照，看来他可能正打算逃跑或偷渡。警方在这个男人的脚上安装了电子监控器，信号在海港附近就消失了，这更加证实了他有偷渡的可能。准备请求海警的帮助。凡是强奸犯出狱后，必须在几年内接受警方24小时监控。海港每天都有无数船只进出，在这样的环境中找人简直是大海捞针。警方在附近部署了大量警力，同时被害者的家也受到了警方的密切监视。崔记者此时已在码头，他正拿着地图反复推敲，猜测对方可能逃往的地方。
他突然想到，这个男人可能并不打算出国，而是去报复被害者。他准备开车前去查看。与此同时，一个戴头盔的男人出现在警察的视线中，他谎称有住户叫他送食物。正当他要从箱子里拿食物时，突然拿出一把刀开始攻击，一个手持警棍，一个手持刀，两人开始激烈搏斗。警察受伤了，在互殴过程中，他们认出了对方，正是那个刚刚出狱的郑姓男子。男子做了充分的准备，拿出硫酸攻击了警察。屋内的女人听到了动静，打开门来确认情况，发现犯人已经逃出。在紧要关头，警察抓住了对方的腿，告诉女人快逃。但他此刻非常愤怒，觉得自己的人生被眼前这个女人完全毁了。现在他决定杀了这个女人，然后自己安逸的在监狱里度过余生，同时也泄了一口恶气。正当他准备动手时，智勇一脚将他踢飞。这则新闻他早已关注，不可能放过这种人。他在警察学校是格斗冠军，不论是体力还是战斗力都处于巅峰状态。每当面对这种极端凶残的人时，他总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那个男人这时抱住了他的腿，求他饶命。智勇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写悔过书，他要让所有人都看到他的诚意。崔记者焦急地驾车赶往现场，路上差点撞到一个男大学生。他不知道的是，这个男人正是他一直在追查的秩序维持者。他谎称自己是这栋大厦的住户，混了进去。当他到达现场时，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那个男人已经死了，旁边留下了血迹文字，他认错并祈求原谅。这样震撼的场景和显眼的血迹文字，让崔记者的心跳不自觉加速。他的记者生涯中的高光时刻已经到来，而智勇此时更加坚信，必须弥补法律的漏洞，继续在黑夜与白天之间穿梭，坚持自己心中的正义。就在前一天犯下儿童性侵案的郑姓男子，在公寓被神秘杀害，墙上留下了“天网”的字眼，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请求原谅。现在警方和媒体都在推测，这起案件的凶手被称为秩序维持者。对于法律触及不到的地方，这个人将继续执行自己的判断。案发当晚，大厦的监控设备全被带走，这意味着杀害郑姓男子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非随机作案。留下天网意味着因果报应，现场留下了血迹文字，显然犯人并没有意图隐藏此事。不论被害者有何身份，现在人已死，这已经是一起谋杀案，任何动机都不能成为杀人的理由。警方已经开始正式立案调查，但电视台却开始抢先报道一个罪大恶极的罪犯被杀。民众的第一反应是幸灾乐祸，这让警方的后续行动变得非常被动。与此同时，教授也收到了上级的通知他最近发生了重大案件，他准备回到景区协助调查，让自己的学生智勇好好管理接下来的案件档案，不能有任何差错。教授到达案发现场，从专业角度分析，犯人应该非常清楚警方的调查方向，因此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线索。唯一的目击者是那名女性，但她在警察面前却一言不发。教授明白当前的情况，这位女性不会说话，毕竟那个犯人曾经救过她。不只是这位女性未开口，附近邻居也在质疑，为何警方要调查这位秩序维持者？他代表的是正义，他所杀的人都是社会渣子，警方为何要保护坏人？许多人和这位女性有同样的想法，包括许多普通民众。目前电视台的电话线都爆满了，然而崔记者却异常兴奋。所谓的媒体权力来自于收视率和点击率，自从他们独家报道此事，这个案件推动了媒体的关注，所有民众都开始关注他们要将这个世界上最精彩的表演呈现给所有观众，这是媒体的责任，他们是秩序维持者的推动力。不久前，郑姓男子的案件由他们首发，接下来将继续推动新闻媒体的力量，去影响那个犯人的犯罪行为。他这次选择了3个人，报道了这3个人的案件，他想看看这位秩序维持者会选择谁，并了解他的喜好。当然，这也分散了警方的注意力。第一个犯人名叫徐斗业，他是一个离家出走的青少年，潜入了曾经工作过的便利店老板的家，残忍地杀害了老板娘及其子女。案发后，他在 KTV 饮酒作乐，他和共犯一起被紧急逮捕。共犯声称自己不是主犯，只是因为喝酒才参与其中。这条新闻引起了智勇的注意。深夜，他独自一人前往档案室，重新查看了徐斗业的案件资料。所有资料与新闻报道一致，确实是入室抢劫，杀害了妇女和孩子。作案后在 KTV 寻欢作乐，这种人根本无悔改之心。他在网上找到了那个男人常去的酒吧，平时他是个乖孩子，不会去深夜场所，但这次被同学邀请，他竟然同意了。地点正是那家酒吧。他在人群中发现了那个犯人，正要上前确认时，一个美女将他拉到一旁。美女得知他是大学生后，显得更加兴奋，直接点了更多酒水。他的注意力全在那个犯人身上。此时犯人还在向兄弟吹嘘，现在的法律对他而言压根没有任何的作用。当时他们3个人一起入室抢劫，其中2个是未成年，他将所有罪名推给了他们，自己则全身而退，压根就没有任何的事，认为法律完全是笑话。
他利用了法律的漏洞。这种嚣张的话语都被智勇默默地听着。美女见他心不在焉，便把他拉到走廊。他早就注意到了，这男人一直在注视徐斗业。他猜他可能是来找徐斗业的，从包里拿出一包粉末。徐斗业正在卖这个东西，他是不是想过来买呢？但该怎么办？徐斗业不卖给大学生，只卖给留学生，然后把粉末含在嘴里，开始疯狂地亲吻他。粉末起了作用，智勇整晚都迷迷糊糊的。当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在房间里了。这次调查无法继续进行，他再次返回档案室，开始查找毒品的流通路径。对方只接受现金交易，还有很多小弟为他工作，如果要将他绳之以法，看来十分困难。所以只要有时间，他就默默观察这男人的行动。每次卖完货后，都会开车去郊外的贫民区，把所有钱藏进保险箱。他已经掌握了这男人的行动模式和相关的作案证据，在网上找到了釜山缉毒组的电话。此时崔记者开始焦急，对方已经3周没作案了，他们的节目无法继续。看来这个秩序维持者很有耐心，他相信自己的直觉，那个男人不会轻易就这样放弃。徐斗业刚交完货，在自己车上发现了一张纸条，让他震惊的是，纸条上叫他去自首，还留了个电话号码。他一看就慌了，打电话给黄毛，让手下赶紧查这个电话号码。手下觉得很奇怪，这是釜山缉毒组调查员的电话。听到这个，他叫手下赶紧躲起来。他去找了黑社会老大，完成了货款的交易。但对于可能被警察盯上这件事，他没有上报这件事。越想越觉得心烦，感觉随时都可能被抓。夜店突然接受警察的临检，他觉得这一切都是针对自己的。他从后门逃了出去，跑到城外的贫民窟，正打算拿钱逃跑，却发现保险箱被撬开了，所有现金都不见了。这时智勇已经出现在远处，把现金扔在地上，并浇上汽油，用铁链把对方捆起来。现场播放了一首歌，这首歌是被他杀害的孩子的。那个罪犯必须要忏悔，他必须知道自己犯了错，让所有人道歉，这是他一直想要的答案。第二天，警方在草地上找到了那个男人的尸体。接连发生的命案，警察局长召开新闻发布会，从现在开始严厉追捕秩序维持者。话音刚落，警方已经开始行动。一个穿西装的高大男子找到了黄毛的手下，他想和对方谈谈，当着他的面捏碎了1枚硬币。这个男人和其他警察的办案方式与众不同，把对方带到天台，然后对他进行了暴打。从手下那里得知，曾经徐斗业让他调查釜山缉毒组的电话，老大死之前，他没有注意到任何可疑人物，他们这一行接触的都是年轻人，他可以从这个角度入手。这名警察是警队里有名的广搜队队长赵警官。随着他的加入，一场警察和秩序者的捉迷藏游戏正式开始。深夜，在一座高架桥上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司机非常愤怒，正要下车理论时，几个穿黑衣的人拿着棒球棍开始攻击他，还往车里扔了燃烧瓶。面对这种情况，他只能逃跑，但被逼进了一个小巷。黑衣人看了新闻，知道他曾经打过女友，且未受惩罚，认为他不应该觉得自己冤枉。他们认为自己在完成法律未做到的事，称这种行为为天罚。类似的恶性事件在全国频发，各地都出现了模仿治安维持者的犯罪行为。广搜队的赵警官也听说了这些，法律专家开始讨论。一些新闻媒体把犯罪行为描述成英雄行为，引起了民众的模仿，造成了司法系统的混乱。警校学生智勇也看到了这些新闻，他认为如果那些专家把热情用在帮助受害者上，世界会更美好，而不是空谈。面对这种观点，同学首次赞同他的想法。不久前，一个刚出狱的儿童性侵犯在走廊被杀，警方查看了所有监控以及行车记录仪，但完全没找到犯人。这个案子变得复杂，推动这些新闻的是电视台的崔记者，他在网上看到了一个送货员的案件，这引起了他的注意，让手下去采访。他认为治安维持者会感兴趣。在一个深夜，一个送货员正拿着快递准备过马路，突然被一辆大卡车撞倒，他当时已经躺在血泊中，并求司机帮助。面对这种情况，司机冷漠地转身离开。他回到了驾驶室，竟然开始倒车，从送货员身上碾过。这种恶性事件，法官只判了1年0.2个月。网友们认为法律不公。智勇在档案室查到了相关资料，罪犯是一个姓崔的男子。罪犯服刑1年0.2个月后已经出狱，被害者的母亲开始找他理论，他却没有任何愧疚感。法律规定不能重复处罚，他已服刑，也就是说他现在不承担任何责任。他正在享受温暖的沐浴，一个黑衣人突然出现，将他猛地按进水里，对方很快死亡。这起案件仍由赵警官负责，作案手法非常专业，附近所有监控也没有拍到嫌疑人的面貌。崔记者此时非常焦急，他原本准备报道那个送货员的案件，现在案件没有上新闻，秩序维持者竟将其杀死，他如何能追踪热点新闻？更可怕的是，他的竞争对手电视台
也开始报道社会案件，试图引起秩序维持者的注意。第一个案件是一名40多岁的吴姓女子，她因为保险金残忍地杀害了丈夫。第二个案件，一名未成年男子侵犯了女性，也逃脱了法律制裁。但奇怪的是，这名所谓的维持者并未真正查证案件事实，只是根据新闻报道自私地进行报复，甚至还联系了电视台，发布了视频，号召更多人维护法律正义，直接挑战司法权威。赵警官到达现场，秩序维持者的作案手法更加残暴，对被害者不断施加暴力压力，显然其内心在逐渐膨胀，同时因为杀人获得了民众的欢呼，开始越来越超越界限，对方似乎正处于失控的边缘。教授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仅从新闻发布的视频来看，对方似乎在不断强调自己行为的合理性。经过细致推敲，视频中似乎在挑衅某人，这意味着他认为这些案件是模仿犯罪。电视台的领导极为愤怒，现在竞争对手的收视率已经远超他们，让崔记者赶快想办法。面对这种困境，崔记者决定举行法律鉴定会。他相信之前的案件并非秩序维持者所为，他们需要与真凶取得联系，确立他们作为唯一传递者的角色。他在电视台毅然发声，他全力支持秩序维持者。犯罪的影响不仅限于当事人，被害者家属也遭受重创，尤其是对年幼的失去监护人的受害者，他们的人生将被彻底改变。法院的冷漠判决进一步加剧了事态的恶化。治安维持者的犯罪根本原因是法律的缺失以及制度的不完善。对智勇这样一个受害者家属来说，这番话引起了他的关注。在一个深夜，一个捡废纸的老奶奶因为动作慢挡住了后面的豪华车，这时一个男子气急败坏，猛踩油门冲了过去。旁边好心的路人注意到这一幕，与司机发生激烈争执。肇事司机被打得鼻青脸肿，警察随后赶到现场，但荒谬的是，司机决定将好心的路人直接起诉到法庭，指控他使用暴力。法律有时也是这样，司机造成拾荒老奶奶死亡，但却已精神衰弱，为由逃避责任，而好心路人因打架被判入狱，锒铛落锁。这条新闻也被智勇所看到，这件事更加触动了他的心。他认识那位老奶奶，没想到法律的不公再次出现在他身边。那晚他悄悄进入档案室，查找了犯人的资料。司机的哥哥是个出名的地痞，此时来到了老奶奶家，开始深夜敲门，威胁要求和解，因为他有很多钱。但他不知道老奶奶的伴侣已经在家中昏迷。智勇一路跟踪，干脆利落地将那男人勒死。崔记者嗅到了独家新闻的机会，开始调动下属。那个司机今晚将出院，他们开始24小时报道，大家都守在医院的出入口。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赵警官也是。警察此时也到了医院，准备布控。智勇带着值班民警离开病房，他直接将饮料灌进男人嘴里，试图使他窒息，同时警告他不要嚣张，然后穿着医生服离开病房，正好与赵警官擦肩而过。警官正要前去检查，却发现同事已经进入病房，但是那个肇事司机并没有死。智勇只是宣布了他的死亡，想要拖延这次行动，不让他死得太快。和他以前的作案方式相同，医院的监控被破坏，赵警官开始追捕那位年轻的医生，结果他失去了目标。司机正要打电话给黑道哥哥，却发现他的手机已被放入礼盒中。就在这时，一个黑衣人从背后出现，直接把他打晕。智勇刚到楼下，就看到那个犯人从病床上坠下。与此同时，一个模仿犯也注意到了这起案件，对方行动极其专业，使用牵引绳成功逃脱了警察。这一幕被智勇目睹，黑衣人正准备驾驶救护车离开，智勇紧追不舍，在车上直呼他的名字，好久不见，智勇。两人一起来到了空无一人的天台，那人开始自夸功绩，每次智勇作案时，他总会提前处理好所有附近的监控。正因为他的帮助，智勇才未曾被捕。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他是智勇的粉丝，并希望成为他的盟友，一同惩治世界上的罪犯。智勇却觉得这是一种挑衅，两人开始对峙。黑衣人认为智勇现需要他的帮助，智勇不可能总是逃脱法律，他是否想和他一起追捕更大的目标？面对这样的提议，智勇完全不感兴趣。他在惩治罪犯时，总坚持自己的原则，那就是罪犯必须首先受到法律的惩罚，在罪犯不悔改的情况下，他才会介入，而不是像杀手一样随意杀死那个司机。司机未经法律审判，智勇将模仿犯推向天台边缘，并警告他不要再出现在他附近。对于这种没有原则的人，他对其真实身份不感兴趣，因为他有自己心中的正义。此时，崔记者开始整理医院的视频资料，在一个视频片段中，意外的看到了那个黑衣人。此时，智勇的脸上已经有了伤痕，他正在焦急地考虑如何处理这些伤势。突然，他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是那个刚刚的模仿犯发来的，告诉他，他可以帮智勇提供不在场证明。同时，一男子正驾驶着豪车，他的脸上也有了伤痕，高兴地走进了一座大厦。从秘书那里得知，
昨天在案发现场的崔记者似乎发现了一些可疑的人，让他赶紧联系崔记者，由他来处理后续。这个男人是一个大财团的副会长，名叫赵江旭。他对崔记者的报道称呼非常满意，觉得秩序维持者这个名字很合适，正好符合实际。他还愿意为他提供资助，但女记者直接拒绝了。他想要保持报道的中立和公正，不想受到外界任何影响。他也拒绝交出他录制的视频。听后，赵会长对他的表现感到满意，他让其他人退开，走到他耳边。通过他以往的报道风格，他已经察觉，他也支持秩序维持者。现在就由他们2个来共同保护那个男人。他随手拿走了那个 U 盘，利用手头的金钱加上新闻舆论的力量，他们准备塑造一个英雄。连续发生的犯罪事件，警方在现场竟然一无所获，没有留下任何视频证据。作为指挥官的赵警官现在感到非常尴尬，他准备前往警察学院寻求犯罪专家的建议。正当他走进办公室，和智勇擦肩而过，智勇立刻意识到这个男人正是昨天在医院出现的警官。然而赵警官此刻也感到有些奇怪，他手上没有任何证据，只凭直觉。他直接向教授提问，要求查看学生名单，但被拒绝了。作为一名警务人员，私下查看他人隐私也算犯罪。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猜测，如果秩序维持者真是警察，他们应该如何应对？教授在课堂上看到智勇脸上的伤痕，开始询问是如何受伤的。面对这样的提问，智勇已经准备好了回答，说自己喜欢运动，是在练习跆拳道时不小心受伤的。教授却直接打断他，他不关心事件本身，而是想知道伤痕是如何形成的，让智勇详细描述。面对突如其来的质问，智勇突然沉默不语。这时助教突然进入教室，说有警察找智勇，他们一起前往。一名女生突然称赞智勇，说昨晚智勇见义勇为，帮他处理了一个醉酒男子，顺便提到他的伤也处理了。面对学生的这种行为，教授无奈只能接受。这名女生是赵会长派来的，提供不在场证明。现在警方派出广搜队的赵警官，教授心中也有所猜测。智勇渐渐感觉到自己的身份可能很快就会暴露，他突然想到了一个粉丝，觉得是时候联系对方了。他主动发起了见面邀请，两人约定在附近的高速巴士站见面。智勇正准备前往，却在商场意外的遇到了赵警官，对方当场透露了身份。作为警校的学弟，他因对治安有一定看法。智勇就谎称最近在写关于这个话题的报告，他不会用反社会人格来分析问题，因为他相信对方并未犯罪，只是在弥补法律的不足。听到这些，赵警官并未立即反驳，的确，相比抓捕，更应关注阻止犯罪。他静静地走到智勇旁边，告诉他不要再继续了，这实在是太可惜了。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想法。曾经赵警官与教授谈话时，他提出了一个假设，如果秩序维持者是个稳重的人，心怀侠义，拥有体面的职业，周围人对他评价良好，并且还年轻有为，他的曝光可能会引起公众狂热，舆论将难以控制。或许那个人并没有隐藏罪行，全部暴露也可能是出于这种目的。为了避免事态扩大，他打算建立一个秩序维持者候选名单，从中挑选最不可能的人，把所有罪行都归咎于他，让大众看到他们疯狂追捧的那个人实际上一无是处，是个社会的失败者，是个输家。这一系列操作之后，秩序维持者将不再受到追捧，也从根本上杜绝了犯罪。警校学生智勇晚上扮演治安维持者，被广搜队的警官识破。本来今天他要和赵会长的粉丝见面，但现在计划只能取消了。同时让赵会长帮忙复制那个警官的手机信息，他相信赵会长能办到，毕竟他的手机也被会长监控了。然而会长此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智友会不会同时干掉他和那个警官，这样他的身份就无人知晓。面对这种质疑，智勇只是淡淡一笑。然而赵警官广搜队的成员这时接到了他直属上级严警司的电话，他已经派出去抓捕治安维持者很久了，但至今依然没有任何进展。严警司催他要加快速度，因为警方很快就要进行人事调动，他不想这是波及到自己。第二天，智勇收到了会长的短信，短信说手机已经复制好，并放在地铁站的储物柜里。拿到手机后，他开始秘密监控对方的所有通话和短信记录。通过对方手机的提醒，智勇碰巧看到了一条新闻，新闻是关于一个因非法经营网站被逮捕的演员严世学，他最近在家中自杀。在此之前，有电视台曾约见他进行了采访，采访中他接到了一条短信，短信中他提到他手上有资料能证明这些非法网站是某家大公司运营的。记者还在城外的仓库发现了大量的服务器，但警方到达时仓库已空。进行这些危险采访的是电视台的崔记者，他通过警方的档案发现，这些非法网站被用来进行虚拟币洗钱交易，但真正的幕后黑手一直未被抓到。而这家大公司的掌门人正是最近被无罪释放的金会长。此时金会长突然接到了警方高层的电话，
电话里讨论有关一个追踪的野狗，要他迅速处理此事。挂断电话后，出现的却是赵队长的直属上司严景思。当这一切在电视台被曝光后，所有人都强烈感觉到崔记者似乎在为治安维持者布局。他之前报道过一些小案件，现在却想挑战权贵。结果黑帮已在停车场等候他。就在他即将被带走时，赵警官突然现身。他此次的出现纯属偶然，他的真正目的是提醒他不要再与治安维持者产生任何联系。崔记者此时感到很困惑，他不确定赵警官是否真的想抓捕罪犯。如果真想抓的话，以这种方式引出对方，难道不是他们新闻节目所需要的吗？赵警官发出警告，这不是他一个记者应该关心的事。他有自己的调查节奏，告诉他应该停手了。警官把一个小混混锁在车里，开始对他进行严刑逼供。从现在起，这半年内见过的所有人都必须记录下来。这时智勇打开电脑，查询了市旅集团金会长的信息。他曾煽动他人且被无罪释放，这个人确实是个无赖。在本子上记录下一个名叫方先生的人，这个人就是经常帮助市旅集团金会长的手下。赵警官迅速单枪匹马的前往对方大本营，一下子将所有手下击败。警察也及时赶到，开始清理现场。此时他坐在中间，看着周围的混乱，忽然想到了一个绝妙的计划。当晚，警方在郊外发现了治安维持者的杀人工具，并成功逮捕了嫌疑人。现场发现的凶器经过精密鉴定，与之前受害者的 DNA 一致。涉及到的有2个人，他们在一家公司工作，支持治安维持者的行动。在一个废弃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之前案件的资料。这意味着警方准备将所有罪名全部归咎于治安维持者，将他描述为暴力组织的成员，一个毫不犹豫杀人的反社会人格。真假已不再重要，他们只需这种失败者的形象。智勇也看到了这则新闻，有时他真的很佩服那个赵警官，能想出这样诬陷他的手段。在这深夜里，一个男人开车来到书店，街边一群小混混在迎接他。智勇在屋顶秘密监视，那男人打开了隐秘的门，走进了地下室，把现金放进保险箱。旁边躺着一个女人，他正准备采取行动时，智勇突然出现，开始猛烈地打他，同时威胁他开启保险箱。他取走了一个记事本。这起案件很快被报道为新闻。那个男人有3次前科，还涉及到毒品交易。他刚从监狱释放，现场的墙上写着天网呵原谅我的险字样。这个案件与前些时候的命案非常相似，推断是同一人所为。但警方不是刚说过治安维持者已经被捕了吗？崔记者看到这条新闻，这让伪装者为自己洗白，向全世界证明他一直是正义的一方，警方却在造假。这感觉太棒了。赵会长也一样高兴。但更令人震惊的是，那个死去的男子正是市绿集团金会长的手下，他们的账本也不见了。金会长立刻反应，立即停止所有毒品和高利贷活动，把所有资金转移到仓库。这时赵警官找到了智勇，他们在天桥约面。他还在劝智勇让他停手，自己会带路。智勇第一次见到学长时就已经有所感觉，赵警官曾经杀过人，似乎还是按照某人的指示行事，快速处理这个案件，他自己都难以做出决定，更别提引领他人了。如果有人毁了别人的生活，即便被审判，那人依然不知悔改，出狱后重蹈覆辙，剥夺其人权，可以拯救更多无辜者。他的做法真的错了吗？一提到这个，赵警官意识到了这是智勇的根本问题。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对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可能会变成怪物。今天必须得阻止他。智勇是否知道历史上最大的罪行是什么？杀人和放火。强奸并不是叛国罪，挑战现有权力体系的人并不是英雄，而是罪犯。他在挑战现有的权力体系，他所谈论的法律就是这个。他赞同智勇刚才所说的，但那只是人的情感。作为警官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即便警察系统中存在许多无能、懒惰甚至贪腐的人，他仍以警察身份为傲。他觉得智勇很可惜，他有正义感，前途无量，只需稍作调整就能成为出色的警察。既然不听劝告，那就让他去死吧。两人激烈战斗时，这一幕也被远处的赵会长默默地看在了眼里。广速队的赵警官准备杀掉这位安抚者。智勇在关键时刻开始反问，他所做的一切是否是严景思的指使？他早该知道了市绿集团的金会长和严景思之间的勾结，为什么对这件事视而不见？自己可以牺牲，无论如何都行，但他心中的正义呢？为什么赵警官不去实施呢？对方不是要引导他吗？让他回头是岸吗？可以。作为学长的他抓住了那些坏人，向他证明。话音刚落，两人进入对峙状态。第二天，严景思叫他到办公室，建议他尽快离开治安维持队。领导对他的表现不满意，暂时停职，警队还是会给他一些补贴。下周将有人事变动。面对突然的调令，赵警官没有反抗。这时赵会长已经带智勇去了医院。他听到了昨晚两人的全部对话。智勇是真正的英雄，无论是逻辑还是道德，
他都完全压倒了对方。那个赵警官只是个头比较大，如果那家伙再挡道，他一定会亲自出手，神神叨叨的和智勇合了张影。他完全是疯狂的粉丝。这时电视台也开始改变立场，前一段时间的曝光记者崔已经被解雇，关于世律集团的报道被证实完全是虚假。电视台还公开向金会长道歉，智勇给赵会长发短信，让他把崔记者请回来，让他继续做节目。很快，记者在对方帮助下开始了新节目，向网友承诺他绝不会自杀，如果他死了，那一定是他杀。从此他将真正履行媒体责任，同时爆料了重磅消息。根据他掌握的线索，治安维持者已经开始行动对抗势力集团。尽管这场战斗极其艰难，他们仍将坚持不懈。从过去的小冲突到现在，他们4人正准备逮捕大 boss。 此时治安维持者的抓捕小队迎来了新的领导，他把所有队员都调走了。智勇刚从医院出来，回到了曾经的小屋，取出了那本账本，账本上记录了信仰教会贪污90亿，而且那个金会长还频频和对方出现在新闻媒体面前，假装做慈善。这时金会长的手下来到教会，从保险箱中取出了 U 盘，在检查账目时，智勇突然出现，带走了所有资料。他突然发现屋外有动静，一个穿着相同衣服的人在跟踪他，这个人竟是赵会长。通过 U 盘显示，那个牧师是帮室内乐团的金会长和严景思洗钱的，他是财产管理人。处理好牧师后，崔记者报道了此事，他相信能抓到幕后的主犯。此时治安维持者小队的男队长找到了警察大学的教授，此行是因为他发现赵警官曾访问过他，并要求查看学校的学生照片，他想知道背后的原因。面对这一请求，教授没有给出直接回答，但是男警官此时似乎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此时智勇直接冲进牧师的办公室，将牧师杀死。电视台很快报道了他的死讯。从作案方式和现场留下的血迹来看，很可能是治安维持者所为。警会长开始担心自己快要暴露了，开始向严景思提供安抚，给他5天时间。在这5天内，他计划消灭所有治安维持者、崔记者和赵警官。此时赵会长已经把汇款记录交给了崔记者，崔记者正准备在线上揭露他们的真实面目时，一名黑衣人冲进了直播间，并中断了直播。这人正是赵警官，他得到的资料可能来自治安维持者，但他是否知道自己这么做会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面对这种警告，记者已经下定了决心，他已经不在乎自己的生死了。看到警告无效，赵警官刚回到车中就遭到了刺客的袭击。这名刺客是金会长的手下方先生，他们出动了2人，都是高手。赵警官寡不敌众，开始受伤。在危急关头，智勇突然出现，他的真面目也被揭露。4人现在已经联合起来，准备对势律集团进行最后的行动。广苏队的赵警官在停车场被不知身份的2人袭击，已被送进加护病房。媒体开始报道此事。据路人目击，在这个过程中，帮助警察的正是治安维持者。赵会长看到了这条新闻，于是打电话给智勇。他认为这不应该是计划中的一部分，但智勇不这么看。他计划逐渐也让赵警官成为治安维持者之一。听到这个消息，赵狱长感到很高兴。在这个正义的世界里，他们即将迎来一个新的盟友。严景思只是到医院来看望自己的下属，从医生那里得知赵警官可能会昏迷一段时间。知道这个消息后，他悄悄地去见了一位高层，打算解决势律集团的金会长问题后，他保证让严景思步步高升，让他全心全意为自己工作。话刚说完，监狱长的手下正在悄悄整理数字货币的硬盘，准备迅速转移财产。这时外面突然涌进大量黑烟，办公室火势蔓延，一名黑衣人冲了进来，很快就制服了在场的人，直接抢走了密钥。这人正是智勇。做完这些后，他去了一个保育院，按响了门铃，把一个黑色袋子挂在门上。当保育员打开门时，发现里面全是现金。崔记者也开始报道这件事。昨天一座写字楼发生了火灾，现场的消防员拍到了一张照片，照片显示地上有血迹，密钥已被智勇拿走。他打算把所有钱都捐出去，在那之前请监狱长、严景思以及所有雇佣的杀手去自首，否则他将开始自行审判。新闻播出后，势律集团立即受到检察院的严厉调查。严景思看了看，微微一笑，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正当门铃响起，金会长突然出现在门口，还带来了水果。严景思，不要这么无情，现在就想把他当作替罪羊，直接清除掉。那些数字货币将成为谁的政治资金，他也很清楚，何必走到鱼死网破的地步。严景思开始安抚他，进去6个月，到时候会想办法让他出来。谁让他把事情搞得这么大，这是最好的结果了。被无情抛弃，男人开始发怒，只能找司机发泄。接下来他们会亲自行动，要抓住那个多话的人，同时要找到治安威胁者的位置。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受罚？在这个时刻，新任的捉捕队长男警官来到了纵火现场，发现了血迹。赵警官遭到杀手袭击，
治安维持者及时出现救了他，而且事发地点正是办公室楼下，这3个人之间肯定有联系。申请搜查令，搜查袭击者的办公室，用此作为突破口。场景转到金会长的手下方先生，他正在车里向神像祷告，请求上帝原谅他的罪行。他冲进保育院，杀死了所有工作人员，院长神秘死亡，现场留下的血迹，警方猜测有其他组织介入，挑衅治安危机者，他帮助过的人都会被对方消除。智勇愤怒地打电话给赵会长，请求他密切注意狙击者的安全，那些人会亲自动手。他深夜离开寝室，被他的警校同学看到，悄悄地注意着。突然一群黑衣人已经到达崔记者的办公室大楼，他通过监控看到，在办公室安装了摄像头，他躲进秘密房间开始直播。这则新闻迅速在网上传播，所有观众亲眼见到崔记者被神秘人带走。同时赵会长突然出现，很快说服了所有人，对记者微笑，他明确了自己的身份，他支持治安维持者。警察很快赶到现场，发现记者安然坐在大厅里，男警官开始对他进行询问，黑衣人进入了他的办公室，记者随即开始直播。难道这不是他和治安维持者的串通？他们早已计划好了，无论他是否承认，接下来他一定会揭露对方的真实面目，让我们拭目以待。他刚发出威胁，第2天就去了警校，找到了智勇，让他解释昨晚的行踪。之所以会怀疑他，原因很简单，智勇曾与赵警官见面，他的体型与治安维持者相似，犯罪时所用的手机曾在警校附近开机，他们已经调查过这一切，要求他如实交代。智勇可能还不知道，要卖掉虚拟货币必须使用与之绑定的手机，那部手机的信号曾出现在警校。面对这样的质疑，智勇毫不慌张，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他。智勇与赵会长单独见面，追击者对他们是一个隐患，因为剧情高潮需要那位女士参与，他们正在讨论接下来的计划。正在这时，他的室友打来电话，就在刚才，男队长来到教授的办公室，带走了所有资料，甚至翻遍了男生宿舍。面对这种情况，智勇从容不迫，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警方再次发现那部手机的信号出现在学校，那个地点竟是严景司的校长办公室，他故意在那里开机，他希望警察能沿着这条线索追查。他当时在校长办公室发现了一部与金会长联系的一次性手机，他猜想警方可能已经找到了证据。严景司立刻联系了上级，报告那名男队长刚从警校离开，希望能截获他的证据。果不其然，队长的车刚开出去就被一辆大卡车撞了，他倒在血泊中。赵警官的健康逐渐恢复，他开始进行锻炼。他从同事那里得知蓝队长已经去世，智勇接到这消息也感到很沮丧，那些人真难对付。此时方先生绑架了追击者，开始秘密磨刀对那女人进行折磨，试图从他口中得知治安维持者究竟是谁。追击者已经多天未直播，这让赵会长起了疑心，他直接开门进去，发现屋内一片狼藉，他立即把这消息告诉智勇，看来他们的计划需要提前执行。此时监管长的手下在办公室正在转移大量资金，赵会长拿着棒球棍出现在所有黑衣人面前，随即开始逃跑。也是在这时，智勇悄悄地再次潜伏，找到了手下，让他们联系自己的老大，明天把崔记者带到体育场，他打算用虚拟币交换。金会长感到非常困惑，因为狙击者并非他们所抓，他马上意识到方先生既然未经允许就擅自行动了。他联系了方先生，表示愿意出5倍价格将那女人交给他，他已经约好与治安维持者见面，只需取回虚拟币，杀死对方的机会将归他，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面对这个建议，方先生并未直接拒绝。此时智勇与赵会长会面，他们在讨论明天的行动计划，但有个男同学一直在跟踪，他突然出现并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已经知道智勇近期的所作所为，他们加入了警队，应信任教化的力量。明天还有课程，希望智勇不要再缺课。面对同学的提醒，智勇只得默默转身离开。第2天到来，金会长召集所有手下在体育场提前进行清场，并接管了所有监控。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监控中出现了许多身穿黑衣、头戴黑帽的人，智勇和赵会长混在人群中。那个男同学也来到了现场，方先生带着追击者赶到了场外，看到眼前的情况，他感到有点高兴。治安维持者果然聪明，追击者在他手下的控制下逐渐走进了会场。智勇在高处静静监视，昨晚他和赵会长已经分析过局势，金会长可能会试图杀掉他和方先生，还有严晴思，因为这是他生存的唯一方式。绑架崔记者的是方先生，因此一旦战争开始，赵会长立即找到金会长，将他引诱过来，让所有人都汇聚在同一地点。他们悄悄混入人群，带走了追击者身边的黑衣人。赵会长先将人带走，然后他走向金会长，让所有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之后赵警官也会出现，严景思也是因为追击者将在这里开始直播，他递给他一部手机，随后与方先生开始对抗。
崔记者立刻开始工作。这条新闻很快被赵警官看到，他迅速穿上防弹衣，准备前往现场。这一消息也迅速传达给了严警司。当时一群人正在激烈打斗，赵警官驾车直接冲入现场，加入了战斗。此刻金会长已经失去理智，举起大砍刀向智勇刺去。在紧急关头，一个黑衣人突然出现，为智勇挡下了这一刀。这个人竟是那个男同学。现场发生了大规模骚乱，警察也纷纷赶到，所有人只能暂时撤离。此时金会长和方先生正在激烈交战，智勇也赶到了现场，赵警官也同时出现，四人开始了正面对决，大家打得难分难解。严警司迅速关闭了铁门，首先开枪解决了金会长，同时打开了水闸，试图淹死剩下的所有人。智勇跳入水中，从另一个扶梯上去，立刻制服了严警司，并且痛打了一顿。赵警官当场宣布，他将以教唆杀害和勾结暴力组织的罪名逮捕严警司。智勇停下了脚步，追击者将很快报道这一切，让全世界都知道真相。严警司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他要向智勇证明，尽管法律有矛盾，但最终会走上正确的道路。两人正在交谈，严警司突然又拿到了枪，直接向赵警官开枪，但他没想到赵警官已经穿上了防弹衣。智勇顺势解决了重伤的方先生，那个男同学被送往医院。在崔记者的证言下，他被视为治安维持者，但由于伤势过重，最终去世，成为了替罪羊。此时严警司的上级亲自调查了此案，并将所有罪行推到了他身上，自己竟成为了警察厅长。智勇也已经毕业，他没有离开警队。这个世界的罪恶仍未消除，治安维持者的使命永远不会结束。